最近我在推特上看到一条Mastodon 日本官方的一个视频，然后他这里介绍用 Red-Drawing Chromatic Displacement 置换滤镜去做这种玻璃的效果。然后呢，我尝试了一下，然后发现他介绍的功能啊，对比蓝宝石，它的插件有很多的局限性，只能是做这种折射的模拟。物体的运动它不进行愈合成，它是没法识别的。然后呢，我自己用蓝宝石去做了一下类似的这个效果，然后我发现比红巨星的这个滤镜会方便跟高效很多。Red-Drawing 它这个叫 Chromatic Displacement 这个滤镜这个是第三方插件，这个是收费的。然后蓝宝石当然也是收费的。然后我对比测试，例如我现在这个效果，它现在是一个立体带有这个透视的。蓝宝石它这里是可以有一些流动的折射在那里然后红巨星它是不支持的。 OK，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它们两个的区别。好，例如我这个 logo 设置一下透明度，例如升下 20%， 选择背景素材，直接在这里搜索。例如我现在安装了 Video Copilot 的 FS Console，那么我这里可以打这个，根据那个名字 Chromatic Chromatic Displacement 就是这个。如果是没有安装的话，我们在这里的Effect and Preset， 在这里我们这里搜索 CHRONE， 在这里 Red-Drawing VFS 套装里面 Chromatic Displacement， 我们把它指定到图层里面来。我这里已经有了，我把这个删掉一个。现在呢，就只需要把我们的这置换的图层指定到我这个 logo， 然后呢，调节 Source Displacement Layer 跟 Displacement Amount。第一个 Soften Displacement Layer 这个是置换的强度 ，logo 先隐藏。第一个是它的柔和度就是等于是它的倒角一样的例如这里是改成15然后它这里还有 Display Quality 跟这个 Display Chromatic， 这个是边缘的色散，选择使用不使用它能有的就是这些参数。那假设是我现在这个 logo， 例如我这里去移动，它这里是不会刷新的，所以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现在是不能够刷新。那么我们就需要把它预合成 Ctrl+Shift+C， 所有属性到新的合成。 OK， 我们先把视图一分为二 New View， 然后我们在这里的时间线上选择这个窗口，我们把它锁定，然后我们双击进来，我们把这个合成时间线拉动到下面，然后我们把预合成里面的 logo 按 P Shift+S 两个属性调出来，选择我们这个 logo 把它锁定一分为二。好，我们把这个 P Shift+S 位置跟缩放用表达式按住 Alt 键点秒表连接到这里来，这个 S 缩放也是，我们可以缩放，透明度要打开，把这个窗口剩下一个。现在我们这里就可以去移动，它这里会跟着刷新，它两个是不能够完全一致了。现在把这个 T 透明度把它关闭，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合成里面进行这样子去移动。OK， 这个就是红巨星里面的 Chromatic Displacer 的它的基本用法它功能还是很有限的。好，这个就暂时介绍到这里，把它关闭先。好，接着我介绍蓝宝石的插件。在 Effect，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蓝宝石这个套装我们在 Distort 扭曲里面，我们找到 Distort 扭曲，然后我们第一个 Lens 镜头，我们选择我的 logo。 OK， 这里需要使用一下它的blur， 它这些参数都需要调整的。这个参数 blur 模糊跟它的慢强度，它现在是没有保持我这个 logo 的形状。然后它这里需要用一下 Map from Layer， 我们选择 logo。 好，它现在就会把我们这个 logo 不会超过这个 logo。
好，这个时候我们去调整一下这个参数。第一个，它的 amount 把它理解为折射。好，它这里有一个叫做 rotation radiation 旋转包裹方向啊，它这里有一个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记录它的关键帧，我们可以旋转。那我们它这个就会效果就会比红巨星的好很多，它毕竟它这个是有这种光的流动。OK， 它现在是一个平面的，那我们可以在里面把我这个 logo 变成三维的 out rotation 旋转一下，挪动什么位置啊之类的啊，这个根据你的需要了。这个时候它就是变成一个三维 logo 在那里流动。好，我把它取消。然后我这里还使用了这里的 auto fill 自动填充，因为它一直呆呆的站在那里就有点奇怪。然后我这里让这个 logo 让它流动生长起来。我这里需要3个生长点，这里是第一个，这里有第2个、第3个，总共有3个。我们这里使用3个，第2个位置放在这里，第3个位置放到这里。好，然后它就会在那里生长。好，关闭预览。OK， 好。它现在就是会生长跟流动，这个就是蓝宝石跟红巨星这2个插件的一些基本功能的一些对比。当然我这里最终呈现的这个效果啊，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它基本上是一样的。我这里是使用了一个背景啊，这个就是在 Photoshop 里面图像填充修复了一个背景，这个就是这个背景。以后我这里弄了2个素材，以后加一个人物的抠像。我这里用这个 Lotto Brush 它勾勒出来，就是一个单帧。然后我这里使用角色的人偶功能，抬头的一个效果。然后我这个 logo 跟前面跟大家介绍用 Auto Fill 做一个生长，然后把它放到3维空间里面做镜头的运动，跟我们后面这里的摄像机运动是一致的。因为我是复制的，然后最后面加一个 Deep Glow 发光，加一个镜头晃动 S Shade。就是我个人的总结，就是说蓝宝石的功能啊，它比红巨星的插件它高级很多，而且可控性也更高。这个就是我使用蓝宝石的置换跟一些素材，通过合成的手段制作的一个镜头。好，这里是德宝动态设计，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